这是一个自制的扩充功能，它可以让背景变成你原神中心爱的角色，或者你最喜欢的配乐。言归正传，让我们隆重介绍这个未完成品《原神》启动。我在我房间里闲晃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角落摆着许多马里奥的玩偶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海利亚顿。个人也算是玩过不少马里奥的游戏。每当我进到房间时，就能看到这些东西，心情就会变得很好。我突然想到一个完美的计划，我想可以让喜欢的角色出现在我的房间中。相信大部分有玩过原神都知道，手机有个 App 叫做后友来，它可以让你在手机上加入 widgets， 让你可以快速查看账号游戏里的情况，例如你可以查看剩余数值的数量与回复时间等。但在电脑上好像就没有这项功能，不过这个不是我要做的。我希望当没有在玩游戏时，忙完学校作业又或者是工作之余，打开电脑时也能看到自己最喜欢的角色，听到角色相关的配乐。为了达成这项目标，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。我有用过一些扩充程式，它们可以取代原本在 Chrome 中开启的新分页，并为一些背景有各种美丽背景图片，或者可以加入一些笔记，这东西显示时间等。要不然，自己做一个看看吧。请注意，这不是个教学影片，教你如何制作这个扩充功能，因为说实在我也不太会，更不是说要叫你去学怎么做，而是和大家分享这件事情的可行性。本影片说明栏和留言区会附上连结，甚至会教大家如何安装这个我做出来的鬼东西，所以记得要看完影片啊。连结里面所有素材和程式码都可以随利用，毕竟程式其实算是 AI 写的，然后素材也都很容易解出来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自行利用。要说完全没学过网页制作也不是没有，但上次做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在之前的话，我可能还得去重新看过教学影片或书籍，然后花很多时间查一个又一个我不会的语法。虽然或许也不会做不出来，但会花上很多时间。但时代变了，我们似乎可以利用我们的ChatGPT 来协助我们制作。首先，我必须挑选一个角色。我还记得我开始真的有在认真玩的时候，是在原神 3.3 版本的时候。你不觉得他超帅吗？而且又可以飞，绝对抽爆啊！结果没抽到，所以呢就等了超级久，直到 3.8 下半卡时才做到他，因此就决定是他了。开始啦！我有在事先先找好这个官方的说明和 ChatGPT 一遍复制贴上，接着先自探题情，看看其他人有没有已经做过了。然后安装完后，这有点震撼，我们换正常一点的好了。基本上很不错，有时间可以自定背景，可以加一些笔记在旁边，然后我们就赶快把它删掉，因为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啦。我根据那个说明文件贴上一些必要的设定档，然后写上我们的名称，原神启动。说明的地方我想了有一点久，最后取名为由原神带你一起遨游网络的世界。毕竟通常新分页开起来就是准备搜寻资料用的嘛，接着需要头像，就到网络上随便找了一张拍萌的图片，然后我创了一个 assets 资料夹，用来存放我们所需的素材。这个 pop up 资料夹中的档案是用来显示于扩充程式的视窗的。设定完这些之后，我尝试读取这些档案到 Chrome 中，我还真的成功了。那时候我真的是超激动的，就顺便测试一下这个视窗能不能正常显示，还真的可以。我跑去搜寻一些流浪者的素材并下载下来，另外还下载了背景配乐。我原本想说就找一点相近的地方拿来循环就好，但发现因为官方片段的特效太多，我就问你确定要一直循环这个吗？能用的地方太少了。于是我取出少许能用的片段，计划是这样的：一段当做进场动画，接着剪出另一段当做循环动画。接下来因为循环动画那一段时间真的太短了，因此我还将它慢动作播放，并复制影片倒着播放，让它看起来有无限循环的效果。我接着立刻和 AI 沟通，请他帮忙让我可以利用这个扩充程式控制新分页。复制贴上后，哇，居然成功了！
另外，我觉得应用程式的图标真的超级小的，因此我还另外找了一个新的，其实就是游戏的那个，稍微裁切一下就完成了新的图标。它简单和平沟通后，让影片可以在背景播放，并自动切换成下一个循环播放，让声音可以在背景播放。因为我原本的背景音乐太长了，我还稍微把它缩短，变得比较适合的长度，加上时钟 AI 艰难的沟通后，让时钟的造型符合我的预期。没错，原本的真的惨不忍睹啊！接下来我去下载一个搜寻的图示，去背和 AI 和平沟通后，加上搜寻框，而且一开始还有 bug， 我的天呐！最后终于排版完成。你说你还想再看一次？好吧，原神启动。后来我把整个专案丢到 GitHub 上面，所以你只需要点击影片说明栏或置顶留言的连接，打开后就会进到这个页面。你会看到一个很显眼绿色的 Code 按钮，点它之后点击 Download Zip， 下载之后解压缩那个资料夹，打开 Chrome 浏览器，点选右上角3个点，选择扩充程式，管理扩充程式，开启右上角开发者模式，点击左上角按钮读取资料夹，按上方加号开启新分页，在弹出的视窗中选择保留。如果想要删除，点击右上角的扩充功能图案，点击原神启动的3个点，并确认移除即可。那今天先这样啦，再见。